海狼级攻击核潜艇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巅峰之作，用来在深海大洋猎杀苏联战略核潜艇、攻击核潜艇与大型水面舰艇。因此，海狼级核潜艇的技战术指标定得非常高。其水下排水量约9300吨，最大前深610米，最大水下航速35节。艇体前部两侧共布置8具660毫米鱼雷发射管，用于发射533毫米 Mk48重型鱼雷、鱼叉反舰导弹和战斧对陆攻击巡航导弹。艇上共携带鱼雷和导弹50枚。如果用于固放水雷，则艇上可以携带100枚水雷。在水下安静性方面，海狼级在水下低速航行时已经接近海洋背景噪声，即使是以25节航速在水下航行，噪声也比海洋背景噪声高不了多少。时今日，海狼级仍然是世界攻击核潜艇中综合性能最先进的。它对敌方水下和水面目标的威胁非常大，因为它不用像常规潜艇一样在敌舰艇必经航道上进行守株待兔般的设伏，而是能利用技战术优势进行水下游猎，甚至能够突入敌方严密设防的海上堡垒区，猎杀敌方的战略核潜艇。然而，海狼级的静音效果虽然很出色，但执行任务时仍然很注意各项降低暴露率的细节。以声呐为例，海狼级装有被动和主动声呐系统，但其在水下通常只用被动声呐进行探测，也就是自己不发射任何声波，只监听敌方舰艇发出的声音。一旦被动声呐听到敌方舰艇的声音后，再开启主动声呐进行最后的目标确认和精确定位。此外，还有一种需要开启主动声呐的情况，那就是敌方舰艇噪声很低，被动声呐探测难以奏效的时候。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既然海狼级核潜艇很少用主动声呐，而最常用的被动声呐又不能探测那些低噪声目标以及水下根本不发生的物体，如海底山脉，那么它平时如何保持水下长时间的安全航行呢？这就要靠海图了。海图是长年累月由各种水下探测设备搜集水下地形情况绘制而成。潜艇在水下并不是想去哪就去哪，如果进入到海图未探明的区域，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各类海洋探测船之所以常年在世界各地的海区进行扫海，就是为了给潜艇航行绘制和更新海图。很多情况下，对海底地形的掌握会弥补潜艇性能的不足，甚至比潜艇本身的性能还要重要。比如美军旧金山号核潜艇2005年撞上海底山脉，就是由于使用过时的旧版海图所致。这次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康涅狄格号不排除是在探寻新航线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康涅狄格号真的是因探寻新航线在水下发生撞山事故，这说明美国海军是在积极为攻击核潜艇未来进行水下作战做准备，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实际上，美智库早就提出所谓封堵中国海军的咽喉控制新战术，也就是让日本海自的潜艇蹲守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咽喉要道，伏击中国海军。日经亚洲网站今年5月曾在美国关注用日本潜艇封锁中国海军的报道中称，一位有25年服役经历的美军资深潜艇战军官汤姆·舒加特称，我们的盟国如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的柴电潜艇舰队对于咽喉防御非常有用。不过，有分析认为，美国这种战术是双刃剑。美日潜艇可以这样做，中国潜艇当然也能预先在这里蹲守，伏击入侵者潜艇。